如果我今年2026年才开始学鼓，我会跳过这些大部分初学者在做的练习，并不是因为这些练习没有用，而是它没有办法让我有效率的成长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些东西你可以不用急着练，哪一些东西是从一开始就应该培养的核心价值。更重要的还有什么样的练习方式才能让你真的省下时间，有效率的成长。我相信这些资讯除了对初学者之外，也对学习鼓非常多年的朋友，甚至是自学的朋友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毕竟方向远远比速度来得更重要。首先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朋友，我是韦恩，是位鼓手，打鼓已经超过20多年，担任过演唱会、乐团的鼓手，在教学的领域也已经有10多年的经验。所以今天想要浓缩这些经验，跟大家分享2026年，如果你想要开始学鼓，如何有效率的成长。那当然，每一段的学习一开始我都非常建议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这个目标可能是某一首歌，这个目标可能是跟乐团一起合奏。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是纯粹以鼓手来看，如何在短期内我可以跟着音乐一起去演奏，享受音乐，也享受律动之间的奥妙。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非常重要的是4个不要急着练的东西。第一个就是不要急着练过多的 rudiment。rudiment 简单来讲就是我在打击的操作，可能是右左右左右左这样交替，或是右右左左右右左左，或是右左右右左右左左这样相对应的打击操控。那我相信有非常多鼓友一开始学爵士鼓就觉得左右四肢独立好难，那在家里就是一直急着练许多不一样的 rudiment。但请记得，演奏爵士鼓并不是一个运动，它是艺术性的展现你自己。所以 rudiment 你练得再多，练得再好，如果你跟音乐对不上的话，其实说实在也是白忙一场。像去年就有出非常多的基本打点练习，一天在打点板前面练5分钟，我相信就已经可以对你的左右走训练有非常大的帮助了。所以把这些基础练习打好，再慢慢去架构，做更多不一样的变化。不要急着一开始就练一大堆，你可能很后期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存在的 rudiment。打鼓是一个非常多面向的锻炼，在物理层面简单分成协调、动态、律动以及速度。协调是训练我们四肢的独立，动态则是我们对于声音大小声的敏感度，律动是对于我们节奏 time feel 以及持续性的掌控，最后速度是我们对于时间以及空间感的认识。所以我的建议是训练这4个面向，一开始的排序非常重要，最重要绝对是协调，再来是律动，再来是动态，最后才是速度。这就要连接到我们第2个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不要只追求速度。许多初学鼓的鼓友都觉得自己掌控不够，速度不够，一定是自己速度练得不够多，我才没有办法打这些速度很快的歌。但是你要记得，速度只是控制好的一个结果，控制才是你完整打好一个节奏或者一首歌的根源。所以记得要追求的是控制，非速度。控制要怎么训练？其实不是只有练快才能练到控制，练慢也是非常深的一个技巧。下次鼓友们可以试试看，你开一个 BPM 50、40的速度，对着打4分音符，你就会发现控制对于时间以及空间的掌控真的是另外一门学问。所以我要表达的是，我们会习惯一个速度带，这个速度带比如说可能是90到100，那对你来讲110以及80，你在训练的时候都是超出你这个舒适圈的一个练习掌控。所以不要急着只练快，练慢也非常重要。在这些打点练习里面，我都会尽量建议你去拓展你的舒适圈，拓展你的速度带。可能你95的基础打点打得非常好，那你可以上下加减15、80一直到110，去补足这个你比较不习惯的一个速度带。这一切的根本都是我们在训练刚刚提到的控制，而非速度。第3个不要做的事就是对节拍器练1整个小时。我相信非常多鼓友听到这里会觉得很困扰，老师不是叫我们打鼓的时候要对节拍器，节奏才会稳定吗？但是在学习的初期，我们在架构不管是节奏或是过门也好，我们是在一个混沌的状况。所以第一件最重要的是你要把你现在在练习的，不管是节奏还是过门都好，把它架构好，等控制力到一定的程度，再开始对节拍器去做练习。那再来就是这些练习也不要急着1个礼拜花了2个小时、3个小时在鼓室一次练完，你可以分散一些时间，一天练个5分钟、10分钟，分散这些练习在你的生活的片段。这样的练习方式也比较可以让这些练习融入到你的生活，下次到鼓组前面比较快可以进入到状况。
最后一个非常重要，就是不要看太多你一定要这样练的影片。现在网络资讯真的非常多，资讯爆炸的年代，其实很多资讯你没有办法掌控它的来源以及它的可行性，所以筛选资讯，我相信对于初学的鼓手会是一个很难的一个盲点。你可以参考，但是不要急着把这些所有必须该练的练习全部跑一次。可以针对核心的，可能大家都有提到一个基本的概念，那你就是针对这个基本概念慢慢去架构，久而久之，你的地基稳，你才能练更多不一样的变化。好，讨论完我们不会做的练习，有3个核心的能力是我们一开始就应该慢慢开始架构的。第一个很重要，就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基本的协调，我们要练常用实用的律动。这个概念非常重要，就是一开始我们在练习节奏的时候，其中一手会打一个持续性的运作，这个我会叫它做基准拍，比如说。这个基本8分音符的节奏，我右手1个小节就是打8下。那在这样子的框架下面，我要可以做所有不同 placement 的练习，也就是大鼓我要可以随心所欲的踩在我想要踩的一个拍子上。那我这边示范一个练习，让大家听听看。大家可以听出来吗？我大鼓在这整串的节奏律动之中，在我的1、2、3、4拍依序去做变化。第一次是在1，第二次是在2，第三次是在3，第四次是在4。那许多基本的节奏其实也都来自于这些大鼓的 placement， 它放在不同的拍子上面，造就不一样起伏的节奏以及律动。所以总而言之，第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在于在基础拍确定的状况下，把所有的练习都跑过一次，代表你对于这个节奏的掌控是稳固的，而且你可以去做更多不同变化的能力。第二个非常重要，就是训练你的观察力。许多学生在我示范一个节奏之后，还没等我打完，他就急着要去模仿。当然，学习都是透过模仿，但是更重要就是我们的察觉能力。我们观察每一个鼓手的打法，它的细节，它的运棒运作，其实可以参考的点真的是非常的多。所以下次不管你是在看教学，或者你在学习的时候，仔细观察这些鼓手的细微动作，可能是视觉，可能是声音，观察这些细微动作以及面向之后，再慢慢试着去模仿。千万不要急着打，因为方向远远比速度来得更重要。那第3个核心也非常重要，我们打鼓其实最终是需要跟音乐融合在一起的。一开始当然是建议大家选择一些中或是中慢的速度的歌曲。那这里有一个关键，就是我们选择的歌曲最好有强大的 backbeat。OK， 这边跟大家科普一下，到底什么是 backbeat？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歌我们一播下去，就会不自主的去点头、拍手，或是跟着律动？这个让你想要动的这个关键在于节奏里面的 backbeat， 好像有点抽象，但是其实它就是节奏里面的1、2、3、4。鼓手通常会在节奏里面2跟4放在小鼓上面去加重这个 backbeat 的重量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而2跟4这2个重拍就是我们俗称的 backbeat， 它让节奏更有层次、更有往前冲的一个动态感。它在音乐里面的存在非常重要，没有了它，音乐通常就会听起来比较平。所以下次你听到歌不自主，这个时候你已经是跟这个 backbeat 在一起动咯。所以简单归纳一句， backbeat 就是让我们节奏律动，想要跟着动，跟着去律动的那个核心。那这些歌不需要太花俏，不需要太炫技，因此这次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歌单，如果有兴趣的鼓友可以参考我们下面的资讯栏。这些歌单是我们整理过后，针对不同的曲风去挑选最适合初学者第一首学的歌曲。那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练习的方式。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，比如说今天有1个小时，你可以坐在鼓前面去练鼓。这1个小时好像很久，但是其实是非常珍贵的。要好好运用这样1个小时的时间，分成不同的层次、不同的时间带，渐进的把你的练习一步一步架构起来，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所以一开始坐在鼓前面，我都会做一个基本的暖身，可能像是我们刚刚提到这种基础的打点练习，试试看你在小鼓上面，或是试试看在不同的声音上面去演奏，也是花一点时间让你的身体赶快适应每一套鼓的设置。这一部分我们一开始可能就会花个10分钟，那接下来的20分钟我们会开始练习一些旧的东西，试试看你上次卡住的一些节奏或是过门
说不定你今天演奏之后就会觉得，今天的状况比较好，比较顺，那慢慢可以去拓展自己的速度带。那接下来20分钟，我会建议你学一些新的，比如说之前看过的一些影片，或是新的一些技巧，或是你长期在练的一首新的歌曲。最后可以试试看留10分钟，试试看即兴，把你学到的东西融会贯通。可能你学过 ABCD， 可以倒过来排序 DCBA。总之就是透过你的创意重组这些你学过的东西，并做出对你来讲最好的安排。但是要记得我刚刚提到的1周我们可以坐在鼓前面的时间真的是非常宝贵，我们要好好善用并且分配这些时间。像刚刚提到的暖身、旧东西、新东西、即兴，这样的练习方式，我们才能在这短短的1个小时有效率达到我们要达到的目标。我相信每个学习都会有一个平原期，有时候我们会感到非常挫折。其实这个时候并不是你练不够，更多时候有可能只是你排序排错了，太早练这些不适合的练习。可以想象这就像盖房子，我们地基要稳，慢慢往上架构，我们才能建筑出一个坚固的房子。所以这支影片也不断讨论到方向以及顺序是非常重要的。重新安排你练习的顺序，我相信进步的速度绝对比你想象中快非常多。要记得，方向永远比速度来得更重要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想要有人指引你更明确的道路，也更稳定以及持续的成长，都欢迎私讯我们 DrumLab Taipei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加入1对1的实体班，一起前进稳定成长的道路。这里是 DrumLab Taipei，我是韦恩，我们下次见。